敢于联合国五常硬刚的土耳其，为何连自家门口的岛屿都守不住？说到土耳其，就不得不提起这么一句话：狗中哈士奇，国中土耳其。之所以这样形容，那是因为土耳其做过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奇葩操作，就比如打仗只打自己人，认错国旗乱打人等神操作。不仅如此，土耳其也是唯一一个与五常打过架的国家，可以说不但实力豪横，脾气也相当暴躁。不过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国家，竟然混到连自己家门口的岛屿都没能守住，只能坐在光秃秃的沙滩上望洋兴叹。其实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横跨欧亚大陆，北临黑海，南临地中海，西临爱琴海，国土面积 78.3万平方公里，海岸线长7200公里。不过如此悠长的海岸线也是土耳其又爱又恨的地方。从地图上就能看到，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爱琴海，海域面积高达 21.4万平方公里，但属于土耳其的却并不多。不仅沿岸的岛屿都是别人的，连海洋资源占比也是少之又少。可以说整个爱琴海 99% 的海域都是隔壁希腊的。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，领海基线应该是以12海里为标准来划分才对，况且土耳其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力量都远高于希腊。一个连五常都敢硬刚的国家，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希腊逼到如此境地呢？事实上，土耳其的遭遇还远不止如此。土耳其的前身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极为强大的奥斯曼帝国。奥斯曼帝国是个历史相当漫长的国家，鼎盛时期的国土面积高达550多万平方公里，就连如今的希腊也是奥斯曼的一部分。不过奥斯曼帝国也没能逃出盛极必衰的魔咒，先是被自己奴役300多年的希腊反抗成功并独立建国，再到意土战争、俄土战争，奥斯曼帝国军以失败告终，逐渐地走向衰落。紧接着一战爆发，奥斯曼选择了与德国联盟，而希腊自然是站在对立面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曾经风光无限的奥斯曼帝国就此解体，70%的领土被战胜国瓜分。此时的希腊基本已经赢得了爱琴海大部分海域，而作为继承国，土耳其只分到了3座岛屿以及3海里内的岛礁。随后德国再次发动了二战，虽然这次土耳其并没有参战，但战败后的意大利却不得不将之前侵占的12座岛屿赔给了希腊。至此，爱琴海上的海域划分基本已经成型，希腊占 99% 的海域，而土耳其则只能拥有自己的沙滩。即便此时的土耳其有诸多不满，也无法改变目前的局势，因为现在的希腊与自己同属北约成员国，并且希腊早就加入了欧盟，而自己却在入欧路上走了30年也未能成功。但你以为土耳其会善罢甘休吗？当然不会，土耳其仍然做着自己的大国梦，一直想要重现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荣耀。你们觉得他有机会吗？